在这个他们，你看8点59，北京时间8点59，他俩的比分是老 K 2比1领先灰灰，但是他们说是晚上9点钟开始晚上9点钟开始，我是没有违反时间规则但是呢，他们提前打了，这样的话呢，我内分泌呢有点失调，还让基本上刚才我的直播间里面呢，可能大概得有个5、60号人说灰 K 开始了，为什么不解说灰 K 还不解说灰 K？ 结果呢，他们两个的这个时间没有对吧确认好时间，以导致呢我让咱们粉丝给对吧这个催促了，所以说我感觉到非常委屈既然我委屈了，所以说大家伙呢能把你们的荧光棒送给我吗对吧？是不是我又不是舔狗，对不对？我又不是舔狗。对吧？我养你笨，你们养我对不对？好，我们看看现在2比1的比分我们个人认为老 K 呢，老 K 呢是先输了1局，然后再赢2局，说明老 K 呢第一局上来这个还没有让这个灰灰太皮，这样的话赢2局，而这一局又是有优势，有可能会来一波3连胜。灰灰一上来呢就有点微懵这就有点太嘚了这个上来就懵了这个宝我在看灰 K 想灰的 K 对不对？好，3比1，这一上来感觉到这个 K 老板有点炸这个灰灰这个赢了1局之后，老 K 就不控制了，就开始了噼里啪啦的，对不对？这么个玩法可不行这么个玩法。好，抓过来，直播来重手接小飞3，我们看看这个没有晕点，但是还是一样这个八神按理说应该是连送3局了，你看没有什么华丽的招，而灰灰总是想乱动，他总是想跑，他第一时间想的就是跑，他就不能防一下，他不是闪身就是在闪身的路上，你看第一次闪身被抓，第二次闪身又被抓，这个八神完全送给对方了好，小狼推荐一下在家打97的摇杆，我推荐不玩97这个玩了还生气，你别玩了，你听我的就是玩游戏是为了开心的，我就直接一步到位告诉你，你会不开心的，所以说别玩了，你听我没跟你开玩笑如果你认为我这人狭隘了，说小狼那是你不卖摇杆，你要卖摇杆你肯定得推荐。实话实说，这句话说的不错，但是呢，我卖不卖摇杆，我现在直播，大家伙关注我，送我一个荧光棒，有老板送我办卡飞机什么的，我就要负责。我告诉你，别买想要玩我建议你就好好的对吧？跟自己的兄弟姐妹发小啥的，直接跑到这个拿个键盘，对吧？街机模拟器左边调一下，右边调一下，找个机械键盘不冲突的玩一玩，挺好。当你玩了摇杆之后，你会发现你想把那摇杆砸了的时候，你又怪我买这个摇杆不好使了。我告诉你真的，就老 K 用那个摇杆可能大概是60块钱，我实话实说。那你就是像你这技术，或者说你练了2年的技术，可能给你一个就是镶金边的然后那个摇杆3盒清水的，对吧？那按键上都开始抹上印度神油了那种，我估计你也照样是让人打得脑花嗡嗡的。我建议你生气就别玩了，兄弟真的相信我，没跟你开玩笑好，跳臂接抓，然后前跳反摇落地，左右倒地不受身，千鹤没有气儿。没有气儿就没有钉，所以说大门可以随便的压制，随便压制，不用怕。还有气儿，你摸我4比1。这么一看灰灰今天晚上要拉老 K 的没那么便宜嘛？老 K 的为啥便宜？我跟你讲老 K 那个摇杆是摇杆是最贵的，按键就4个。还有一个确认的那个但是那个确认的可以不需要，他私人定制的摇杆可以不需要那个确认，因为可以在键盘上按确认你可以在键盘上按。当然呢，就是那4个呢就是3盒的就行，旁边呢就是那俩的都可以整国产的，或者对吧？或者是高仿3盒的那种按键，大概是对吧？几毛钱一个，无所谓的基本上你可以自己找一个木匠，然后整个亚克力面板，然后呢你自己组装都可以。
你可能会说小狼，那他妈我也不会木匠活啊，那谁也不会，但是有人会啊，真事儿了啊。好，来看看，现在老 K 已经是4连胜，而且赢得非常轻松。如果不是灰灰先赢了一局，我感觉好像老 K 要10比0灰灰一样，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个事儿啊。好，好跳 C， 蹦来蹦去，你看后跳 C 的，还好灰灰顶住了压力啊。老 K 虽然说是4比0，而且这一局8神依然牛逼，但总体上来讲呢，看灰灰就是被明显啊，现在呢就是老 K 的8神比灰灰厉害，然后呢核实的8神好像是比谁都厉害，就是当然我说的是好像。因为你也没有办法全说对，而且本身啊，核实基本上像现在的规则下，很少有出现核实给你们抢15或抢20的，基本上要不就是组队赛，要不就是擂台赛，对吧？你像这种比赛，核实就占一定优势，抢到短局，我研究个小套路，可能你对吧，你就不行了。而现在你看灰灰看见老 K 的8神就懵了，不会了，你看。所以说你们记住啊，游戏玩得好，主要是看8神。其次是看8神，最后这2个8神了吧，最后就不能看8神了吧？但是我告诉你，最后还是看8神。只要你把你这个游戏我告诉你怎么成为一个 S 级，你后面的2个人不重要，你是玩千鹤玩大门，玩大猪玩玛丽，还是玩猴子玩什么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你8神玩的是 S 级，你就是1线顶，就告诉你就，对吧？但是 S 级必须得有后面2个人作为绿叶。啊，8神发挥的那如果说你是天下第一8神，你8把1v3，你们肯定会说小狼你疯了，怎么可能？我告诉你，怎么不可能？那8神玩得好，要饭要到老。这个游戏8神是 bug， 真的啊！这个游戏你越看越透啊。河池最近为什么这么嚣张？灰 K 都不屌，10连灰 K， 为啥？还是靠8神。当然呢，他其他2个人也确实不错啊。因为他面对对手毕竟是 S 级别的，光靠一个8神就可以打包王，就可以打这个叶枫，但是他打不了灰 K， 他还得靠后面2个，所以说河池现在也牛逼，对吧？你懂吧？啊，好，感谢我们的这个 ZS 山来了，赠送我狼的一手大金卡。来看看跳 C 一个崩，这一局灰灰终于是稳住了，但是在最后一刻能否防住？好的，防住了。哎，按理说应该是没死，但是这个时间正好卡住了0.0几秒的时间，把这个老 K 搞死了啊！这样的话，这一局终于是时隔多年，终于是时隔第6局了，灰灰的8神才赢了一场，对不对？好，落地炮。啊，还有就是8神为什么要冲头啊？很多人说8神给大猪留气啊。这个是很正常的，为什么不首尾？我告诉你，因为没有人能给8神留气啊！如果能给8神留气，8神排到第2或者第3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8神不排到最后？因为你排到最后，这个人1%个亿没有气，你除非是玩那个变态版本，那个8神可以选2个，选3个，那玩赖了，那对吧？8神可以给自己留气，但我就说这个意思，你8神上第3个人上来没有气，面对一个3气大门，我操你！3气千鹤的，你玩不了啊，那确实玩不了。但是上来都没气儿，你试试，都没气儿的时候你试试，对吧？好，这边啊，这边8神也赢了，猪也赢了，而且优势很大，看来要结束老 K 的这个5连胜了吧？我们看看有没有素材局啊。一手抓，然后爆气。我们看这个要高伤害，因为已经半管血没有了。咱们跳 C， 老 K 也没办法，这个没办法啊。你要给老 K 一个8神，他也许还能打。像这种已经拉开好距离了，就是如果要是说灰灰的猪或者老 K 的猪，这2个人的大猪一旦给你卡好了黄金距离。然后他在自己没有失误的情况下，你是没有半点机会的。大家伙儿能理解吧？比如说你反应速度慢了，或者被对方偷袭了，
但是呢，事实上呢，就是所有对方的东西你都要预判的啊。好，老 K 上来莫名其妙练了一个反摇腿，你们看不看见？老 K 上来莫名其妙练了一个反摇轻腿，这个是他操作失误。抓过来，一手回3，前跳地，现在已经是扳回了1分，但是整体还差3分。这一局灰灰的8神，看灰灰只有稍微的归一点啊，才有机会的啊，不归是没办法的。我们看看现在老 K 呢，也确实是因为前期劣势太大，以导致一个刚 CD 封死了。好在在之前抓住了一个机会，重手接钉。那这一局面对大猪怎么说？跳 C 重手一挠接葵花能量直接一个抓，扣地一丝血。好，一个小回接3，前跳 CD 卡空，就残血8神。他这个如果原地起跳空防的话，大猪就危险了啊，有可能会落地被8神抢抓，但也有可能落地大猪抓8神，主要看位置啊，主要看位置。好，连续的往前拍。哇，这太疼了！老 K 反击，最后一点血啊，轻轻的摸一下就死，因为他爆气了啊！你看刚 CD 都死何况是一个轻手，摸一下就死。老 K 也是拼了啊！这样的话，我们看看上来能不能取消掉灰灰的黄金距离。好的，下臂挥空，等你失误。这一手前冲明显是老 K 没动，下轻腿直接摇钉了，原地跳地，下轻手接抓，应该是死了，可以。他不敢，你知道他为什么要后跳吗？他不敢，他怕这个大猪死，大猪死不了，他不敢练阵。他万一对方没死，他练阵的话，起身可能会被抓。这样的话少加了一丢丢气，有可能会因为这一点点气被埋下隐患啊。我们看看，闪身2次性跑抓，好的，没有隐患。前跳地反摇落地阵，直接捡，不敢，其实捡了真赢了。下臂一忍，朝天脚没有，他选择重手轻手摸，然后前跳再往前拉。现在这个气。只要轻轻的摸一点就能长出这个气，被打的话要被打4下的。好，看看，好4下还没有啊，5下了才能防出1颗气，但是呢还是有血量上的优势。千鹤再蹭要爆气，好的，缓过来，他想2个摸胸推，你看2个摸胸推你就死，看老 K， 哎呀，这个没破招，如果刚才打康的话，他一定会死。不过不要紧，摸完胸之后呢，直接一个跳地踢脑瓜上了，这样的话比分变成了6比2。灰灰刚刚的这个扳回对方的5连胜，结果又是输了一局啊，也确实是有点难。而且这个一共2场抢15，第一场6比2，就很有可能会变成对吧8比几，这样的话灰黑怎么说？你们现在肯定会说小狼，你说什么灰灰开始归了，什么老 K 也挺归的，你们是小狼，你是不是在骂这2个人呢？不是啊，这个就是防守。那你说咱们看欧洲杯，咱们以前看世界杯，看足球比赛，就是防守反击呀，对吧？对啊，就是防守反击。而且你比如说，尤其是像那种，比如说像我们一上来就是奔着这个我1比0了，我瞬间就是这个战法就变了啊，战法就变了，我只需要安全拿到3分，或者说淘汰赛我赢了就行，对不对啊？我就没有必要进攻了，或者是2比0之后，我就只要保证自己不丢分，到最后你就是输。比如说像拳皇，就是我血量比你多，我也不指望把你打死了，无所谓了啊，我不需要把你 KO 掉啊，时间到你输了就完事儿了啊，没事再骗一骗你的气儿，多好，对不对？一样的啊。这玩97也是，你归可以。为什么灰灰和老 K 他在互相打不过对方的时候会选择谨慎，会选择所谓的归一点？因为打不过嘛，因为打不过是要谨慎一点的。那你说啊，为什么有人骂包王归？包王是打不过，他都是那个玩法。很多人说那他就倒霉啊，那他就让你们黑啊。事实上怎么回事呢？他对吧？他倒是归了，他就是归，他也归不过老 K， 归不过灰灰，归不过河池。所以说没有用啊，归只不过是一个战法，听起来像贬义词，实则是褒义词。像这种，对吧？咱们说你像意大利的防御比较好，
啊，西班牙的防御也还可以。你看攻击力比较强的，像巴西队啊这种，专门打这种是吧？咱们现在正好赶上这个欧洲杯了，但是这个阿根廷和巴西是美洲的啊，咱就不说了啊。好的，一顿崩，忍一忍。所以说啊，有的时候该为这个包王啊平一平反，对吧？人家包王，人家玩这个游戏，我一直保持我自己的玩法，我就是打不过而已嘛，打不过我输了，难道我归了我还会输吗？没办法，说白了归不过，还是不够归是吗？好，感谢我们的老贼1115啊，老贼哥1225叉一手大金卡，以及我们的石佛哥3手大金卡，石佛哥已经好久没来了啊。不过也很正常，因为石佛哥来了就送办卡，不来了也是有事儿啊。前2天端午节可能是啊，这个估计有约会了，对吧？美洲杯也在踢，可能没那么大的关注度吧。好像现在据这个网民来看啊，欧洲杯比这个欧洲杯比这个世界杯的观赏度还要高，赌球的也多啊，但是这个全是黑幕，兄弟们啊。是吧？我跟你说啊，就是这欧洲杯这里面水太深，你们把握不住，知道吧？我操，这个王天来，操作失误了啊，兄弟们。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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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好，来跳 C 过来。忍一手，原地起跳蹦，小葵花。好，感谢我们的画龙像的菜鸟哥2手大金卡，啊。小葵下清手再往前拉，这个现在呢，灰灰已再次的扳回1分啊，虽然说还是落后3分啊，3分无所谓啊，但是呢，看没看见这俩人开始归起来了？你们还记不记得20分钟之前啊？你们记不记得15分钟之前老 K 打灰灰，老 K 连胜5局的时候？就感觉这个灰灰和老 K 的8神都是那种就非常激进，然后呢，灰灰有点吃亏了。现在灰灰懂了啊，他悟了，对吧？他悟了，这个游戏就是这样的，你莽着干肯定是不行，对吧？越着急，正所谓欲速则不达，越着急想要结束对方，越容易出现错误。小的时候大伙看没看过那个98版的《鹿鼎记》，就那个韦小宝，就那个陈小春版的韦小宝。这里面啊，好的，刚才有个小细节，这里面表面上看起来是骗到了 CD， 但是8神呢落地呢没有出抓，他后悔了，他落地应该出下轻腿是吧？结果正好赶上对方刚 CD， 这个下轻腿呢被这个大猪的战 CD 克，他虽然说没刚到 CD， 但是这个战 CD 是克制8神的啊。咱们说回这个韦小宝，韦小宝有个师傅叫独臂神尼，也是拜的师，为了这个阿珂，这个阿珂呢还有这个独臂神尼跟这个郑克爽啊一帮人。是吧？就是在这个被这个桑杰大喇叭追击，在一个酒楼里面，啊，在一个酒楼里面，这个刚开始这个郑克爽啊，他手底下这帮小弟都是台湾这个严郡平王府什么，这个都是所谓的高手啊，其实一帮懒闲子啊，大伙都懂的，被这帮喇嘛一顿揍。但是呢，它过程是怎么样呢？最开始啊，这帮喇嘛比较着急，就是想要把这帮人一下全整死，显示他们的威力。所以说呢，刚开始他们打的还不分胜负了啊。但是这个桑杰就说了一句话啊，只伤不杀。什么意思？什么叫只伤不杀呢？这个只伤不杀就是说，你们不要太着急的想把这帮人整死，你们只需要伤到他们啊，这个气势就出来了。像这个就是不要老是什么老想着什么百合折众手牵一手接葵花3式把对方打晕，然后什么的啊，什么我打你个狠的，连你一套狠的，不需要，就轻拳轻脚，哎，防御，然后摸你一下，哎，不着急，你像这个就是
对吧？你所以说这战术战法真的有用。你看现在这两个人8神开始了吧？哎，打得非常实惠啊，就不跟你扯。你看就，哎，一下一下的，什么那种一套晕的招式啊，除非对方有大的这个 bug， 比如说就是不小心练错招了，想赌个升龙什么的，否则都是你看都是这么打，压制安全。好了，再崩，最后又揪住了啊！爱因斯坦不说过吗？这个速度快，力量就大。你只有力量大才能速度快啊！当然，这里面很多人会说，你们不要拿那种方式来说啊，就是所谓的这个速度快啊，是需要很大的能量的啊。你比如说，咱们现在说，如果人要实现光速飞行，那它的质量啊，无限接近于无穷啊，质量太大了。说它的这个质量大，那你如果能把这么高的质量能，是吧？你想想啊，这个所以说它这个所谓的广义，它这个相对论就在这儿。但是呢，这个比如说咱们速度快，你像这个汽车，它想要开到120迈，对吧？它得需要多大的这个能量这个释放出来，然后才能够让它有这个速度，是不是？你像这个天下武功，无坚不破，唯快不破。你只要你能快到让人对吧看不见，子弹我都抓得住啊，对吧？如果你子弹真的抓得住啊，你也未必能让人踩到脚趾。我告诉你，真的啊，我喝个无糖可乐，就让你们就诟病成这个样子嘛啊，就是想喝个无糖可乐而已嘛。你看这个8神归的，实话实说，这8神他不归吗？我跟你讲啊，你们老说这个什么这个人猪厉害，那个人大门厉害，是厉害。但是还是8神厉害，8神是 S 加，其他的都是 S。5强里面8神是只手啊，一定要玩8神，包王都得玩8神，你不玩8神，你不遭人伦吗？啊，好一个阵，这到底是97的直播间吗？当然是了。主要是现在我在跟你用通俗的方法在给你讲这个灰灰和老 K 的战术战法，你听那个灰灰给你讲解解说，你听得懂吗？对吧？咱实话实说啊，人家讲那个门道，人家给你就灰灰给你在，比如说现在啊，咱们把这举例一下，人家讲的是对吧？这个拳皇，比如说有拳皇基础课、拳皇进阶课、拳皇那个强化课，还有拳皇高手课以及拳皇至尊封神课。啊，还有那个已经羽化飞仙课，啊，比如说翻译过来就是数学，对吧？咱们大家伙都停留在小学、初中阶段，这个灰灰都已经微积分了，都开始微积分了，都开始他妈什么莫比乌斯环了，什么又开始给你讲那种他妈的就是呀，那你学完之后你都感觉快他妈博士后了那种，他在讲那个咱也未必听得懂，你听得懂你也释放不出来，没有意义啊！我觉得就是咱折中一点，像我这个样技术和我的理解能力讲了，哎，用通俗简单的方法来告诉你他们这个事儿就完事儿。你手法再好，你叶枫手法好，小鸭手法好，但是呢他们不稳定，所以说呢一定要稳定，越稳定的东西越珍贵啊，越值钱，对吧？当然呢，很多人说小狼我他妈就没感觉到这个铁值钱，你看这个大自然当中的元素，铁元素是对吧最稳定的，是不是？但这个铁怎么1斤铁得多少钱啊？对吧？你看那个金子都有钱啊！但这玩意儿嘛，但是你不能往死犟，反正是这玩意儿大自然的东西谁能说得准是吧？啊，好，来看看，手跟不上，我靠，手跟不上的，你玩你得玩，你得钻研，你得有这个天赋。啥叫天赋？就好比排兵布阵。比如说，有的人是又能上阵杀敌，又能运筹帷幄；有的人只能运筹帷幄，有的人只能上阵杀敌，它不一样。他这玩意儿术业有专攻的，没法说，你知道吗？啊，7比5，这一局呢，明显是被这个 K 大锤给直接锤死了啊，直接被 K 大锤锤死了。像玩这个游戏呢，它需要一定的反应、一定的肌肉记忆、一定的战术战法和新的套路，因为这个游戏它不会更新嘛，它至少它不会更新，它只有套路和人脑上的更新。你要灰80了，你让他玩，我估计他玩不过你们，他老年都痴呆了，我估计啊，那你肯定玩不过你们。
玩不过现在的你们。你穿越到几十年后，让了灰灰玩，那灰灰手都嘚瑟，玩个八神练个无私都练不出来，你这玩意儿这不很正常吗？这玩意儿你不能这么想啊！好，来看看约战20级，胜率70，大概几？那你没啥说极限的。你这个吧，就好比呢，你比如说你遇到的这些匹配到的人可能没那么厉害，或者说是也就差不多，你没有碰见真正的高手啊，对吧？好。为啥都挂个宝？那必须得有宝啊！现在这个玩意儿都得蹭个热度啊！据说挂上宝之后，王思聪会过来给你那个送超级火箭。你挂上宝之后呢，王思聪过来给你送个超级火箭，你把标题一改，对吧？你像以我这个只能送超级火箭了。如果说是那个其他的大主播啊，一个超级火箭显然是不够的，怎么得100个啊？对吧？我就挂个宝啊，对吧？我再输页，输什么页？想你的页，对吧？最狠的还是我养你啊，笨，对不对？好，跳来跳去。小狼为啥项羽那么出名？李存孝不为人知呢？那个一剑破天，那个项羽为啥那么出名？我不知道啊，我只知道他确实出名，因为故事嘛啊。然后那个李存孝是谁，我都不知道啊，我真不知道，对不起啊，我 out 了，我知道可能是某个历史人物吧，可能是，但是我真不知道啊，我是真没有想到你给我提出这个题，我是真不知道啊。好，上半场啊，上半场老 K 是8比5，对吧啊？实时比分，老 K 8，灰灰5啊，灰灰5，两个人交换体位啊。那我是真不知道啊，我这个人我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啊，我是真不知道，这就很难受啊。任何人都有自己的知识盲区，我也有知识盲区的啊。这个就是说不了解，因为他就是有的时候吧，他就没有办法把它写成故事了。现在你看，像我们学编剧，因为写小说或者编写一个故事或者写个电视，这都是有套路啊。你要是真一帆风顺，可能也就没啥意思。这种东西，好了。这一局啊，灰灰是变成1P了，兄弟们，灰灰是1P了。现在呢，老 K 是8分，啊，灰灰是5分。这个两个人相差啊，倒不多，但是我感觉呢，怎么说呢啊？这个老 K 今天还是压了灰灰半头，啊，压了灰灰半头。下 B 下 A 为什么接小葵花？我操！不，小葵花去了，为什么不接小葵花？他下 B 下 A 接无色。好，一手小葵2点。这样的话，灰灰这第一局啊，下半场第一局还不错，八神站起来了，但刚才被这个老 K 的大猪锤懵了啊！你们看没看见啊？面子值几个钱？对呀，文明 PK 友谊 PK， 好，一顿掏裆。再掏，哎呦，这个八神，你看，又开始突不进去，开始拉扯，原地起跳落地，忍不崩，哎呦，闪避一个抓，直接钉，好，哎，正好死了，还好啊，正好死了，有点东西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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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身好了，腿把一下一个波，掏裆直接打晕，哎呦啊！所以说你们记住啊，玩游戏就是八神，知道吧？一定要把八神玩好。
八神玩好什么回 K， 什么国服大门、国服大猪，有个粑粑用。好。小 C 下臂逆向。看游戏得看本质啊。这个版本咱们这个版本不带更新，但是现有的规则之下啊，这个版本最强的就是八神。就是你们玩王者荣耀，你们每次都想禁掉的那个人，就是现在那个版本最恶心、最赖、就对方一选，你们就直接就输了那种人。当然你们也可以选啊，因为对吧？好了，看看落地一顿抓，那个让我排名的不要刷了啊，我不知道啊，不会排。排名第一的那个小狼，排名第二吴涵，第三深邃狼眼睛，第四解说小狼，第五这个年轻人啊，剩下的不知道啊，爱谁谁。好，来看看，我不是吹八神，啥叫吹八神？这个所谓的吹八神就有点过分了啊！这怎么能是吹八神呢？那叫捧杀八神，好吧？好，0点。一个反扑。哎呀！这个版本八神严重超标啊！98八神就可能就没那么超标。98这个大门对吧？八神这裸杀还不让呢对吧？你裸杀再带八神，我操，玩个粑粑玩。那八神再带裸杀，操，那这个人已经没了。好了，一手长棍还中了，然后跳地钉，可以，看起来是有翻盘的机会，但是毕竟这个大猪还是有点东西的啊。跳地。腿瓣转球可以爆气的啊！刚才最后一手轻手，下半场2连胜，现在是8比7啊！我既然打上实时比分，我还是更新一下吧。比分是8比7的兄弟们。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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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咱们不都说了吗？现有的规则之下啊，一定要说这么个事儿。好，小回一点，一顿跳过来。98超标的是大门，8个阵进了，8个阵不进，大门不进了，大门都很强，进了大门都不知道就玩赖了，这个人都啊。好，跳地没接抓，一手小回3，原地起跳落地。直接必杀啊！对，老黑已经连续2局这个八神都输了啊！这一局不接必杀过分了啊！下重手疯跳，下重手疯跳，这个下重手，这个是就是2021年最新套路。我告诉你，时间到了，不玩喽！在时间的压力之下，你这时候你把他妈的，你就说实话，你把你说难听点，你把吴志辉他爹叫来都不好使，没有用啊！时间到了，你咋你也打不死了。对吧？你没有奇迹了，变成了垃圾时间了，知道吧？就好比已经玩篮球玩到这个第4节，比赛还剩下最后的20秒的时候，然后落后100多分，你玩个屁呀！玩呢，对吧？对吧？就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啊！在这场我操，萧峰接看，这是老 K 啊，这果然是本人，落地还能追鞭尸，我操，真他妈惨！对吧？留给中国队时间不多了啊！比赛时间还剩下10分钟，加上伤停补时，大概也就是5分钟时间。这15分钟时间，中国队能创造奇迹吗？然后呢，明显边上那个解说就是你很显然啊，狼知道很显然已经不可能了。为什么呢？已经40比0了啊！已经40比0了，对不起。啊，已经无力翻盘了，40，哎，又进一个41比0，哎，你这玩吧，你赢不了了啊！好，昨晚中国队最后绝杀了，怎么能叫中国队最后绝杀了呢？
这2-1的时候就已经领先了啊。那3-1那个不叫绝杀，兄弟们啊，绝杀是啥？绝杀就是俩人在打平。这个的基础上，就突然就多了这么一球，这个叫绝杀，这个叫绝杀。当然呢，如果有那种赛制啊，比如说那种主客场分别打一场，然后上一场怎么样，这场打平，这场你落后1分也算打平啊，反正这个意思。总体来讲，总比分打平了，你这一球就金球啊，这叫绝杀球，这叫绝杀。你昨天都3-1了，还绝杀什么呀？对不对？2-1算绝杀。吴磊那个禁区那个他妈的摔啊，那不愧是留过洋的，那他妈的为啥能造点？那都是经验。那个球守门员如果要是经验，守门员如果恶心一点啊，守门员心态别那么崩，别那么暴躁，也许还真进不去，汤大了，也许真的啊。但是说你一摸他脚就勾到你那个手上，然后就吹了啊，直接就一手点球啊。好，来看看这一局，灰灰懵了啊。你说刚才离得这么近，然后呢，他必须要哎，你看啊，我跟大家伙讲一下，这个就是游戏啊，就很嘚儿的游戏。这个游戏呢，为什么这帮高手不愿意？因为他不愿意把这个游戏变得简单化。比如说，很多人为什么要说自己手法好？我不知道大家伙能不能理解啊？他生怕自己的手法呢被别人不劳而获了。比如说有的外挂，或者有的一剑红，比如说一剑蓝之山，一剑升龙，一剑怎么样，对吧？你像如果有一剑蓝之山的话，刚才蹲那个位置上，千鹤敢蹲吗？他知道，如果就是老 K 他摇蓝之山，有点这么摇，这个大门就得蹲起，你就有防范了，你就可以防范了。那个位置如果有一剑蓝之山，但是呢，说白了，什么叫一剑蓝之山呢？你像地下城就可以一剑练。还有就是，如果真人 PK， 你要抓你就抓，还得摇吗？我真是服了。还有败招啊，摇不好还容易长棍儿，对吧？摇天地反摇不好还容易王大拿、王天来什么的，这玩意儿怎么说呢？好，这样的话是9-7啊，9-7。现在就有的人不让动这个蛋糕，知道吧？就不让动蛋糕。现在真的就是，如果说 SNK 啊，强行的就肃清这个97，是吧？你们都没有版权，我把版权收回来，谁也别玩了。然后我重新开发一个对吧？97版权，对吧？我这个版权开放，然后呢，我就更新这个版本，我把这个版本更新了啊。这些牛逼人呢，我稍微削弱一点，那些弱逼呢，我该加强。啊，比如说把大门的 bug 阵修复了啊，什么无限连击什么都修复了，大门 bug 阵一修复，老 K 就用一句话来形容：去你妈，我不玩了啊，对吧？那怎么玩啊？你动我蛋糕了是吧？这个太正常了啊。好，再崩。当然这个就是这样嘛啊，但是呢，你相信我，那话又说回来，老 K 毕竟是老 K。对吧？高手永远是高手，这个大门就算削了，老 K 可能还会开发出新的套路，对不对？只要这个游戏还在，老 K 就能研究，对吧？这个很正常。但是呢，第一时间可能有点接受不了啊，相反呢，像包王、叶枫、何池这样的人就高兴了，高兴了啊，好啊，对吧？他妈的，风云再起，他妈那是改版吗？那他妈那是盗版啊！那么纯盗版。其实呢，我倒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说呢，这个所有的都不变啊，就是你比如现在大猪就是不变，就是不变，无限连你都可以不用取消掉，什么八神啊，什么特瑞的，你就但凡这个人物强，你不用变，只要这个人物弱，你把这个弱的人加强了。你强的人物你不用变弱，你不用说给他变弱，就现有的什么八猪、门鹤、马龙、猴不变。小五强稍微加强一点点，比如说像什么啊，也包括大门的 bug 阵也是正常招啊，不变啊。比如说像那个，比如说特瑞稍微弱那么一点点，草地精稍微弱那么一点点，稍微加强那么一招半招。然后呢，你像那些什么五弱非主流，就可以多点套路，甚至可以给某个人加个什么指定头什么的。你这百花齐放啊！开发一点新的套路，那多好玩，对吧？你八神强，你说那八神太强了，是不是要削呀？不用，那你要削，你比如说你削了，这帮人也不玩也不干了，不玩了嘛，对不对？
你不削不动它啊，你完全不动，你只是把其他人改动一下啊，对吧？那这个游戏是不是？那这个游戏怎么说啊？那有可能，比如说像这板崎游利加了一个招，突然变成神将了，谁都想玩了啊！一顿奥利巴啊，这对吧？你把罗伯特给罗伯特加上一手什么判定啊，比如说晕点多了一点儿什么，哎，就是微调。他这个地方该加强了之后还是没人玩，还是弱啊！就过了半年再加强一点点啊，就怎么的？这个意思啊，咱就说这个意思，就是咱不犟啊。啊，因为你这毕竟有情怀，我估计要是真 SNK 有点战略水准，但是 SNK 已经没了，好吧啊。好，对啊，不用清泉能接荒，下清手能接上荒咬就行。凭啥你八神下 B 下 A 能接葵花，我草剃精下 B 下 A 接伯利嘎接不上？凭什么？对吧？欺负老实人啊！好，一丝血啊，直接起身转死。比分2比2，兄弟们啊，那个10比7啊，我忘该比分了啊，兄弟们，这个实时比分有的时候挺嘚儿的啊。普通头不能拆那不行啊，普通头不能拆，那你就得把 EX 模式给删了。谁他妈玩 EX 模式啊？操，就普通头不能拆，那 EX 模式就感觉跟自己跟傻逼一样啊。EX 模式说发生什么事了？我操！好，原地起跳。今天，哎呀，发大财是一定要发大财的。我操，这个位置居然没有钉儿！完，你听没听见千鹤出了一个呀的声音？啊。说难听点，不出还好，出了必死啊！不是，那大门和千鹤都已经很强了，你还要那么强，那不变态吗？就把现有的这些常玩的人，你不要动，也不用加强，也不用减弱，完全不动，一点都不动。什么 bug 阵啊，不可防御波啊，什么千鹤的布阵一套晕呐，都不用动，完全不用动啊！只是把一些弱的人加强一点，对吧？非主流啥的。好，像有一些人的技能比较慢，把这个技能的速度变快一点。比如说以前他的发这个技能需要假设啊，需要0.5秒钟，现在他发这个技能只需要0.3秒钟，哎，不一样了，对吧？那不一样了。打中之后呢，可以把对方或者对方在角落里可以把自己推得很远，这样的话，你比如说你把不知火舞变成98的那个反摇手，啊，对吧？你一打人收招快，就不像现在那个收招慢了，他那个如虎啊，一个狐臭反摇手嘛，你把这招加强像98一样，啊，很多人说小狼，那你他妈说的，那你不如玩2002好了，那又不一样，因为97这个节奏跟那个98啊、99啊什么都不一样嘛，对吧？这完全两码事啊。好的，现在这个环境下啊，不仅说是让这帮这个角色看得很无聊，还有就是很多菜鸟吧，入门太难了。你一个玩他妈1-2年的人，或者说几个月的人，你跟人家玩10几年、20几年的人玩拳皇97，你不等于跟电干嘛，对不对？这些好多咱们手残的人，有好多人嘛，就是我游戏厅里面有个老哥，这个老哥呢，他就是拳脚很厉害，但他不会摇招，他就说，哎呀，这个招太难摇了，我摇必杀就很不容易了，你让我重手接必杀我都接不着，但是我打不过他啊，我那是个老哥，可能那时候就30来岁，我那时候我10来岁，我反应速度比他快，但是呢，这小子挺龟，就是一拳一脚就给我打死了，我这真恨他啊！但是呢，我说如果像地下城那种，就假设啊，咱就说，真说发招没那么难，就很简单的发招，哎，就不需要摇，还又什么反摇前手，什么正反手，啊，又这个那个手法的，安全无责任指令头的，你把这些如果简化了，对于新手来说就友好很多了，对吧？这就友好很多了，对吧？当然你这么一改的话，肯定很多人就
蛋糕就被削了嘛，对不对？很多人就会说我狼啊，那他妈我玩个屁，对不对？我费了几对吧？10年或者15年的功夫，我去练这个手法，到你这儿你直接给我他妈的变成这个逼样了，我不想玩了啊！你可以传统，就是可以选择传统模式和这个啊，你直接把 EX 模式删了，对吧？把 EX 模式删了，然后你整一个传统模式，再整一个那什么模式的啊？11比8啊！那个叫什么联合国的别刷了啊！那个联合国的别刷了，兄弟，他妈刷屏没完了啊！我刚才都跟你们说了，我说现在这些强的人物不用改了，你非得问我大门加个波，你怎么不给大门加上一个阳光普照呢？我操！你给大门加上一个他妈的，你给大门加上一个八智女好了，还加个波，你加个波动少女吧加啊！我他妈说了100多遍了，我说这些人不用变，你非得说让我给他加个波。好，一手回3，抓过来。不是这个吧？咱不是不回答他，我刚才已经回答了吧，兄弟们啊！这个不是说咱哥们心态不好，那回答过了，你大门就不要改了，本身已经很强了啊，对吧？本身已经很强了啊！拳脚你也打不过，你也太菜了，吹牛逼！这个叫什么文远猫的，你现在你不用说跟灰灰、叶枫、老 K 这帮人打，你随便找一个那种2线的人。你让他不能让他练招，就用拳脚打你。我告诉你，你可以试一试，你试一下啊！你不用你给人好，你跟我说，你觉得我哎，你小狼你也太菜，你试一下，试一试就知道是谁敲开了寡妇的大门，好吧？啊，咱都不说非得找什么灰 K 什么，那都欺负你，你就找一个那种让黄奕什么都打不过的那种人，让他打你试一试。啊，几个小轻拳轻脚就给你踢懵了，你还玩呢啊！好的，这玩意儿嘛，当然嘛，咱也不能说，可能你也是灰 K 的小号也说不定啊，咱就说这个意思。但是我就形容这个事儿啊，确实有的时候，你像那个咱们打那个叫什么邹市明那个拳击运动员邹市明很厉害吧？你看那个我说过好几次这个例子了，那个咱们那个演员叫樊少皇，浑身腱子肉啊，一辈子也都是武打明星，也是习武之人。你让他跟邹市明打人，邹市明在综艺节目当中啊，可能2个人也互相也不能说是生死搏斗吧，但是说呢，就是在有现有的拳击规则之下，邹市明说我让你一只手，事实上他那是真让了一只手。这樊少皇这不行啊，当然樊少皇也确实老了啊，也确实人岁数也大了，但我说这个意思，我就说你真正碰见那种人家随随便便限制点什么东西，就真的是随便打。啊，除非你俩差距不是那么大，对吧？你像你跟我狼打，啊，可能我狼面啊，我狼确实垃圾。你不用河池让你一只手，你让河池用武弱，都不让他连招的，就拳脚，也许你都打不过他。我实话实说啊，我不是说非得吹河池，真事儿啊！你看那包房去了，包王用武弱打我，说白了啊，他要是不放水，我真赢不了。我还得有时候你赢个1-2局，我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印象。这个东西吧，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像那个臭臭，别说包王了，就臭臭，他要是不放水，我1局都赢不了，真事儿。但是臭臭得用3问啊，他用武弱可能还差点，真的用武弱他还差点，他得用3问，还得3问还得让我一个人啊，让我俩人真不行了，让我一个人。好。那试试无规则，那更是了。那无规则，就像人家那个人说的啊，对吧？这个杀人剂量和这个竞技比赛还是2码事儿。竞技比赛是竞技比赛，杀人剂量是杀人剂量啊，这不一样的。你像那个要有什么特种兵，对吧？人家可能杀人，可能就对吧？什么特工什么的，人家可能就有方法。那照你的说法，那古代咱们还有那个唐文还可以用毒呢。那怎么说？你现在如果搁现在的话，用毒，我操！我给你来个生化武器，给你来个臭豆腐蛋，对吧？那你也白扯，是不是？我就给你整一个，
整个生化武器你玩啊，对吧？那就说这个意思啊。这个东西，咱不是现有规则之下吗？你玩拳皇，那你玩拳皇，你也不是 GM， 你不能开挂啊。你玩拳皇开一个挂，一上来那个就跟那个地下城似的，全屏吸怪，一刀秒杀，对吧？直接给屏幕上都召唤出无数个东丈的旋风，然后你防着被磨死了。那玩个屁呀、啊！那你要那么玩，那绝对的力量，那白扯，那谁也白扯，对吧？你什么那个氪金玩家欧皇，你也比不过开挂的。那你开挂再猛也比不了人家，对吧？直接给你封号了，那你咋整？好，连续的往前拍，3比4之后呢，3比4之后啊，老 K 还是有优势。第一局啊，灰灰看来有点要面的样子啊，有点要面的样子。因为昨天也是一样的啊，昨天是8比2，然后呢，灰灰在这个下半场的时候呢是6比7输了，但是呢上半场2比8呢输得更惨，最后的结局就是，对吧？这就是比较惨了。而今天也是上半场呢，是吧？以5比8落后，差3分。现在呢3比4还是落后啊，差1分，也就是一共差4分。那是吧？那最后可能输的几率很高。不过呢，毕竟今天晚上还有第2局啊，还是有第2局的啊。好，这一局两个人一顿神蹭，老 K 也是没有办法突破了，他确实没有办法突破这个位置了啊，太难了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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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是叶枫是吗？啊，对不起，拿错剧本了，对不起啊，拿错剧本了。昨天是叶枫 ，sorry。呀，叉腰哥牛逼啊！不是我真的忘了，我都忘了有峰哥这号人了，我操！我给峰哥忘了啊！看没看见？你们记住啊，这个人啊，一旦失去了他的势力，一旦失去了他的势，就很可能会被很多人淡忘。直到后面很多人说叶枫是谁不认识了，所以说啊，人嘛就是有好的，你看我记得那时候有个梗是吧？你记不记得这个？你说啊，你告诉我，世界第一高峰是什么峰？珠穆朗玛峰啊。那第2呢？是吧？就有点这种感觉，是不是？就好比世界杯冠军是谁？知道上一届是谁啊？但是上届第2名是谁？第3名呢？不知道。好了，来看看落地抓正手，这个还是靠8神啊，一手8神的 V3 局面，一手8神的 V3 局啊。像是的，梁山排名第1的是谁？宋江。第2是谁？那这个卢俊义。那梁山排名第69的这个英雄是谁？好，下 B 下 A， 前一个前一个钉儿啊，前一个钉儿，可以的啊。Round 4 Ready Go！ 一顿摸，好，驾照过来一扣，前跳 C， 回身一崩，现在不叫回身一崩，一定要叫肥身一崩啊！一定要用肥这个字儿啊！朝天椒，忍，闪身过来直接钉，但是这点血呀，算了吧，兄弟们，这点血我觉得算了吧啊！应该是12比10了啊，我直接跨2分了，无所谓了啊。好，反攻了，兄弟们，反攻了。
这个5比4，灰灰这个5比4啊，连胜2局。而且呢，主要还是看8神。现在8神赢才能保证自己安然无恙。老 K 呢，老 K 是不怕8神输，但是灰灰呢特别害怕8神输。灰灰的8神打不过老 K， 那基本上就输了。但是当然啊，你们也懂的，灰灰也是多次拿到8神1v1冠军，8神实力也确实强，只不过最近有点微面而已，可能连河池都不好打。但是呢，咱说啊，就是你老 K 呢就不是很怕，老 K 8神赢那当然好，8神不赢后面还有一手这个朱门。你像这一局灰灰8神微面了，这一局要微面了，将近半管血，所以说这个大猪啊面对将近半管血的8神就有点就瞅着吧，生瞅着啊。直播间进不来看谁都可以，就你黑屏，黑屏我不知道，你看房管帮忙说一声，换一个线路啊，换一个线路。掏裆原地起到落地抓，直接重手接推3。哎，就是你1v我3，我再1v你3的游戏，这个游戏就是这个逼样的呀。像那些2线觉得自己玩的不错的，还有可能就是真的，就你给灰灰，你给河池一个8神，不说把1v你3吧，差不多，真的啊。好，抓过来。这一局奔着1v3使劲啊！前跳落地抓，但是被嘎着窝。没有第一时间后跳 A， 而是选择了偷下盘，8神起身没有抓消啊，还好，就是这个意思啊。一个暴气，后跳 A， 往前。往前拍，哎，再来，往前一拐，我们看看啊，哎呦，这个千鹤现在，他现在只要破防的话，我们看看大猪要慌。是有点东西。97当中最接近神的男人，这个手法啊，这手法是有点东西啊，这手法。好，直接秒杀，开局秒杀。8神这个人物综合实力太强了啊。坐地啊，站壁一个抓，后地过来闪身，前跳 C 得卡过来，前跳 C 落地抓，好的，重手一挠，再接必杀，百合者闪身，哎，老 K 啊，这不是手法失误，是他指令头摇完之后呢，不知道这个8神的身位啊，所以说呢，出现了这种这种姿势。所以说呢，这一局明显可能是13比11了，然后可能会14比14哦，兄弟们。反正2场，如果今天晚上2场14比14，那也就是说灰 K 自从4月份到现在开始，大概是有7场14比14了已经。而且我可能少说了，因为有好几场比赛我还没有看啊，我有好几场比赛呢，我都那个什么了，我不说都啊，我确实这个翘班时间比较翘班的次数比较少，但是呢也有1个月也能休息个2-3天啊，也有的啊，可能也确实错过了几场比赛，有没有14我也不知道，但是已经好多次了，他这个14比14次数实在太多了啊，我是实在是。你要是抢15就是14比14，抢20就是19比19，真的，这玩意儿谁说算谁的啊？我印象中现在是第6，如果这场就是第6场，我经历的是第6场，因为呢连续4场你们记得吧？连续4场那个不是记得，因为我连续解说了2天，一共是连续4场嘛。然后呢，这个第3天的那个比赛的时候呢，对吧？就没有了。啊，就变成了什么组队赛了，什么灰 K 赛了。
然后等又过了一阵，灰黑又打15的时候，又是一个14比14，我眼瞅着了，那是第5次。这个如果是就是第6次，中间还有没有我就不记得了，对不对？好的，跳来跳去。回3，前跳地，原地起跳。这一局明显啊，这一局14可比14还真不一定了呢。老 K 要1v3，老 K 1v3的话，对吧？他就变成6比6了，也就是说赛点了。灰灰必须要连胜3局才能打成14比14。当然，如果连续胜4局的话呢，就是15比14，灰灰就赢了。这是1v3局面。这一局如果老 K 赢，14比14的几率啊，只有10%了啊，就是百分比比较少了，但是也并非没有啊，你们懂的啊。好，一个嘎吱窝，好像是有气，我们看看1颗半气，这边2颗气，有钉的话。这个大叔如果说想抓指定头没抓好，我们看看啊有没有机会偷一个钉。操，这个飞身，好，一个跳地接抓，加上第3个抓就大饭馆了，看没见？4个抓，不，3个抓加上1个跳地，3个抓加1个跳地磨一下，就这些血，你这就是大猪打女性角色，而且大猪还没爆气。好的。这第4个抓直接抓死，大伙看没看见？磨了一下，1个跳中腿，4个指定头死了。这就是大猪啊！大猪也是仅次于8神的人物啊！大猪8神玩得好，要饭要到老；大猪玩得好，继续要饭要到老。好，14比11，灰灰必须要连胜3局才能双14啊，才能双14。看看，因为刚才老 K 的8神非常的强悍啊，也导致内分泌有点失调的啊。偷下盘3连，好的一手回3，好的跳 C 再接，直接打晕，还真的是14比14的节奏啊，兄弟们！当当当当当当。好，空中一抢，今天我发朋友圈不就是吗？乞丐不会嫉妒一个100万富翁，乞丐会嫉妒另外一个比他对吧混得好的乞丐，哈哈哈。今天有没有发大财？应该到目前为止我狼是没发大财啊。到目前为止我狼都是感谢什么谁哪个老板的大金卡。然后就到此为止了，没有发大财啊！我狼也飘了，我狼现在也是啊，根据这个标准，通用标准就是飞机发大财是吧？然后双飞那个丈母娘，火箭就直接整个套词儿，是吧？我可能是跳来跳去，好的落地，腿瓣一个转，我操，这个也能抓到啊！你也懂的，想抓到这个东西就是这么简单，跳来跳去，跳 C 往前趴，再跳 C， 再跳一丝摸一个就死，轻手，但是位置不好，崩还不好崩，怕对方那个我崩 CD， 他防住了之后，他能量闪身抓我就废了，对吧？这个灰灰还是蛮聪明的啊，这都是用脑，我跟你说，他们都是用脑子玩游戏，同样都是玩了这么多年，都有这么长时间经验。但是呢，关键时刻还得用脑。我跟你说，古惑仔不用脑，一辈子都是古惑仔，知道吧？完了，7比6了啊！后前手，哇，这个下重腿挥空，然后转球，捡起来，前跳，直接一个抓，废了。好了，开局助词，下盘助词，往前扔，你没有气儿啊，大门，哎，有气儿了，
有钉没有？来一手钉。fuck。好，14比12。灰灰3连胜的第1局已经完成了，马上是3连胜的第2局，让我们拭目以待啊！让我们拭目以待啊！噔，你像昨天晚上，对吧？匈牙利跟那个葡萄牙打满了80分钟，0比0，在后面的10分钟之内，葡萄牙连进3球，发生什么事了啊？丢不丢啊？好，想偷下盘，装逼失败，有晕点，灰灰难受，还是有晕点。哎呀，老 K 失误了，正身位一个反崩，闪身小葵第3点打乱动，前跳 C 打乱动一个不，哎呀，太想抓了，要不然就晕了，他出葵花地晕，闪身过来一个掏，跳地发波一丝血，后跳 C 发神又赢了，尽管赢的。不是那么太轻松，说白了是因为老 K 的失误，当然他自己也有失误啊，他想抓过来，当然其实出葵花的话，老 K 就晕了啊，这说白了这是一个预判失误，没想到会中，腿绊一下。法国跟德国都是热门，当然法国呢这个是大热门，对吧？上一届对吧，就是法国把德国干了嘛，对不对？现在德国的克洛泽也不在，只有一个穆勒，是吧？就感觉这些可能微面一些啊。好，2点，哎，2/3有7-1，兄弟们，这一局不用说了吧？结局我就真的，兄弟们，你们说你们猜大门能翻盘吗？你们猜一猜，让你们猜啊。至于为什么14比14，有2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就是这2个人嘛，越是这种紧张的气氛的时候呢，越对吧？这个领先的人越紧张，越容易出现失误。然后呢，这个落后的人呢，越反而看得开，不如发挥的这个稍微好一点。然后呢，变成14比14，最终分出胜负。啊，高情商是这么回复的，低情商怎么回复呢？兄弟们，我告诉你啊，低情商是这么回复的，就是老板想看啊。低情商就是老板想看，可能老板有赌局。老板说：“你们必须要打到14比14，否则你们废了，不站住了啊！”开玩笑啊，反正是这玩意儿嘛。你像我们做解说的，不挑，对吧？当然这个事儿呢，也只能说是猜测啊。你们得允许我猜测的啊。好，我们看看千鹤，一个崩，但是不一定啊。这一局大门好像看起来很屌的样子，要结束了，灰灰不动了，头上哎。升龙，我操！后手升龙，祝词，忍一手，大门马上长出一颗结，马上了，跳地下注入，哎，还有一局，这么一看呢，这一局啊，灰灰8神要1v3了，最起码是打到大门那个位置上，好，感谢我们的瑶光哥一手大金卡，其实吧，就是灰灰有一句话就是啊。不对吧？你们老说舞蹈，老说 K 导，对吧？我们导演怎么能把都每次都是14，把都是14？我们要导，难道我们傻吗？把14，让你们看出来吗？哎，反期待1v3了，你看没呀？1v3了，哎，嘿嘿，来了啊！一觉醒来10点半，睁眼闭眼点吃饭，对吧？如果感觉口味淡，往里放点蒜啊。倒点酱油拌一拌，这是简简单单的晚饭啊，对不对？好，空房落地抓可以，站壁一脚被崩啊！肖哥来了，感谢我们肖哥的一手大飞机支持我了啊！肖哥昨天捧了啊，确实捧了，而且肖哥陪我看球，一直看到国足结束。对我狼非常好，而且这个今天啊也是过来支持我狼了啊。说白了，真金白银往外掏，这个说实话确实是啊，你大家伙也了解。你说咱说支持都支持，但是这个像肖哥这种啊，这是对我，而且他居然我头一次领略到了那种小狼那个老 K 要休息1个星期，如无意外的话，他要到那个6月24号才会再出来，所以说明天晚上这2场比赛可能是7天以内。啊，按理说是8天啊，这7天以内
最后一次比赛了啊，所以说你对吧要来，我说好嘞啊，必须的。那祝我们肖哥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发大财，发大财啊！来，你看这个结局啊，虽然说没有用8神打到1v3的局面，但是这个大猪呢给力了，8神把8神给抠了，大猪把大猪给抠了，而这个大猪呢要把大门抠了，结局你懂的，14比14啊。哎，反正谁说算谁的呀？不是预言家，兄弟们，不是预言家。我怀疑啊，这个你们相信我，就是你们不要觉得好像我在黑这个欧洲杯和世界杯，尤其是欧洲杯、世界杯，他妈的咱就不说了，毕竟世界杯全世界范围内的，欧洲杯它是真有黑幕，它真的有。欧洲杯是背后有财团，有那个博彩公司，就是你们可以搜一下啊，那个博彩公司在1930几年还不是多少年成立的，到现在还有实体店，未成年不允许投注的，就是有好几个啊。那个叫 B Win 是吧？那就是最早皇马的那个队服上写的一个 B 一个 Win， 就是 WIN， 那个现在好像没有了。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啊？就是猜说你这个事儿吧，你拳皇有没有呢？咱们谁也说不准。万一就是老板，人家老板掏钱了，你说选手们能不听吗？肯定得听，对吧？你就必须就是这东西有可能两个像对吧？两个亿万或者千万级别老板，哎，互相的哎，咱俩啊就找个项目啊，然后咱俩是吧？我不知道大伙能不能理解。那当然啊，当然这个是这个意思。14比14，哎，然后3连胜之后呢，灰灰要拉了吧？啊，灰灰是不是要拉了？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这肯定是我跟你说，欧洲杯是是不是？欧洲杯都我告诉你，他就差自己把自己的黑幕写脑门上了。我跟你说啊。但是呢，球员的表现呢还是很好啊。我们不能说一竿子敲死，也不能一竿子敲死。你像韩日世界杯那个韩国那个，我操！他就是不好意思夺冠，我跟你讲，真的，他就是不好意思夺冠啊。否则讲呢，否则什么土耳其第3名，什么巴西什么的干啊。好，来看看这个，我养你啊，笨啊不，我们肖哥双飞啊，兄弟们，感谢我们这个刚才我们肖哥是双飞啊，不是，那肖飞必须得有丈母娘的啊。啊，感谢我们肖哥，啊，这我们肖哥去，对吧？上半身健健康康，下半身我这套歌不说了，不行，我换新词儿了啊！这套歌他妈太假了，真碰见那种像肖哥这样支持我狼的老板，你拿虚情假意来对人家，那肯定不行的。但是好像灰灰要4连胜，兄弟们，看没看见？最后啊，3连胜之后，到底是灰灰4连胜，还是老 K？这个结束3连胜，我们谁也说不清楚，不一定啊。你不要看这个大门，这一局大门没准你看，哎，直接把大猪1秒，你们看谁不服？落地钉怎么说啊？你以为的是你以为，没准有临时加入的前影跳地，再跳地，哎，就是这个意思啊。你去看就完了，在我狼直播间里，你要学不到东西，我都该咋地的。我就想给他一个腿绊，连人带拐棍，直接血羊沟里来，有钉没有？兄弟们，开局往前蹭，啥也不是啊。好的，你太冲动了啊，冲动了。好的，能量闪身一个钉，而且把对方扔进角落里面。我们看一下这边前一个震，前跳地下头上什么？不按剧本走。好，没事儿，这一局千鹤还有机会，有爆气没有？爆气了，兄弟，爆气了！哎，你不爆气你还玩个鬼喽？有气儿，完了，千鹤废了，这颗气儿，千鹤心态都崩了。千鹤说：“哎，大门说我不上了，你大门不上了，我崩都崩死你了，我不动了，行了吧？摸我，哎，不用看了，最后他死了啊，他死了 ，K 赢了啊，兄弟们，这是千王斗千霸。”一个是中戏毕业的，一个是北影毕业的啊，这是开玩笑的啊，这都是故事啊。感谢我们肖哥一首《大火箭之是我狼》，我们现在听一听去开会啊。但是怎么说？感谢我肖哥的大火箭啊，感谢肖哥大火箭啊，谢谢我肖哥今天双飞加对吧？加一火箭啊，肖哥。你们看没看见这个？我狼也有老板支持我狼了，尽管我狼技术真的是一点都没有，
解说呢也是一知半解，有的时候还说一些错误的这个比赛。但是呢，肖哥对我狼是真的好。这个第一呢，我就要感谢这个肖哥；第二呢，要感谢自己。如果自己不坚持下去啊，也不会碰到像肖哥这么支持我的老板。感谢我肖哥啊！这个套词呢就不多说了啊。身体健康，发大财。这个套词不算套词了，这是真心的啊。因为这个肖哥发财了，我狼是吧？还能再蹭点开玩笑，肖哥不开会了，不开了，不说话了。气的，你看啊，气的不行了。其实呢，你们看不到他的脸，你们看到的，你们看不到他的脸。他现在的脸就是你们知道那个歪嘴战神吗？其实他嘴尖儿有一抹邪笑，有一抹的邪笑的，就是你看起来好像他在。就跟那个司马懿似的啊，就跟那个司马懿似的。那司马懿就是那个我要对吧？那个太傅啊，我要去那个荆州，我要去荆州上任了，当荆州牧了啊，荆州太守了啊。你要去并州啊，就这个啊，是演的还挺像的啊。就跟那个对吧？就跟那个刘德华跟葛优两个人在火车上，刘德华跟葛优两个人在火车上，然后那个对吧？那个葛优啊。不是在这边吗？来，你出来来啊！哎，你演的还挺像的，哎，怎么的？你这怎么走的？我学一下。这葛优说：“来，脚再趟点地，来，脚再趟点地。”哎，他演的还挺像的啊。这波演技我给他90分，我实话实说，真的那个叹气啊，眼神中带有一丝无助啊，带有一丝无助，对吧？啊，而且对吧？眼神里还带有少许悲伤。这种情况我跟你讲，真的啊。这都是老天赐予他的这个安身立命之法，但是呢，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在呢，他又开了一个房，坐等老 K 进入啊。然后呢，我们坐等第2场比赛。